Hey Ken，最近好吗？因为火星计划，你认为世界会有什么变化吗？Hey Ken，最近好吗？还好，还可以，算还可以。因为火星计划，你认为世界会有什么变化吗？其实我不知道，一直以来，我们在过去做了很多事情，我们都把它称之为课程。是直到近几年，我们把我们做的东西的名字变成叫做作品。我们会希望这个作品能够替世界的人留下一些东西，让他们记得一些东西，让他们去相信他们生命中这些东西会替他们带来新的启发吧。我没有想过到现在这一天，我还会给出这么抽象的答案，但我确实是这么想。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守护的？我起鸡皮疙瘩 ！Oh my god！ 最早，我在做火星计划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许了一个很大的愿望。OK， 我们希望所有人来火星计划的人，他都能感觉，这是一个让人们从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相信吧。说跟好多人讲了这个故事，你们要去参与火星计划，我要展演什么叫做不可能到可能的这条路径。随着我越来离火星计划越来越近，我逐渐明白一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本人想要展现不可能到可能，我想要深刻的认同自己，我想要深刻的创造一个证据，让我自己也相信我已经走了这么远。第二个理由才是让人们看着这个作品之后，在他们生命中得到启发。对，所以也许你们觉得这个理由没有这么伟大，没有这么感人肺腑，没有这么只为了他人做这件事，但是我想的永远都是这样，光一个人去挑战不可能，我想这件事情应该能够激励一些人吧。那你想要告诉世界什么呢？嘿，我在这里 ，I'm Kim，I'm here。我期待被很多人看见，我期待能够进入他人的生命中，我期待好多事情，我期待自己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我真的期待很多事。所以你真的要说它是一个很纯粹的，就是 Hey I'm here， 我是 Kim， 这样我在这，我做了好多我觉得荣耀的事情，然后我对自己感受到更深的爱吧，我想大概是这种感觉。你觉得值得的东西又是什么？不断会前进的自己，一直在进步的自己，懂得学会谦虚的自己，然后时间吧，所有爱我的人给我的爱吧，学会珍惜他人给你的关系，我想大概是这样。那你觉得你会牺牲些什么吗？这是你觉得必须的吗？我靠，干鸡皮疙瘩 ！Oh my god！ 好，对我来说，牺牲是什么？牺牲是一个在我世界中画面很帅的事情。好像那个核弹按钮只有我能按下去，然后我是最后一个挡住全部敌人的人，我在外面被丧尸咬死了，只为了让丧尸不能够进入那个城门里。我的画面都是这种很悲壮但很帅的画面。如果你要砍死我，你不能背面砍死我，你一定要正面砍死我。所以对我来说，牺牲是一种
土炮一点，我会觉得他是极致的很帅，叫做我认为那叫牺牲。所以说这个牺牲是不是必须的吗？OK， 我没有想过有什么比失去自己换来的剧情更厉害的牺牲，所以我认为它是必须的。甚至我认为某些作品会好看，就是你会看到它纠结的部分，你会感觉到它不确定的部分，你会知道这是不得为之的为之。所以我很欣赏那一种很纠结的部分，很缠绕的部分，很不确定性的部分，你却要在这个情况下下一个重要的决定。对，所以我想是吧？是牺牲是很帅的，这是必要的牺牲。而不牺牲的话，这个作品可能就没那么好看，大概是这种感觉。是一定要牺牲的吗？还是它有其他可能？站在一个艺术家的角度的话，我会说 yes。站在家人的角度的话，我会说我得想一想。OK， 那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可能也会说 yes 吧。最早我说的就是帮助他人的生命过得更好。我忽略了一件事情是，原来我自己也在那个他人之中。所以当我说出帮助他人的生命变得更好的时候，其实我在说什么？我在跟我自己说 ，Take him， 你也要帮助你自己生命过得更好。OK， 你要成为这个世界上面能够照亮别人的光芒，你也要能够成为能够照亮自己的光芒。对，因为一直以来我没有把那一句帮助他人生命变得更好的他人把我自己画进去。好像我已经过得很好，但其实在做火星计划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还可以更好。对，所以现在我会把帮助他人过得更好这句话也把我自己放在里面，成为我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你的使命是什么？深度的自我探索，我觉得，对我因为基于火星计划，我做了好多练习，新的表演练习、歌唱练习、饮食控制、运动练习，各种你想象到的，甚至我以为我很擅长的东西，在这一刻，甚至在这一刻吧，我都会同时觉得，我以前怎么会觉得这样我已经很擅长了？我明明可以做得更多、更好、更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让这一切变得不一样。我觉得有几个，一个是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来欣赏我自己的人生，另外一个事情是我确实进步了，虽然很累，虽然遍体鳞伤，虽然好多事情会发生，但是我确实蛮欣赏我现在的自己。我晓得火星计划你做了很多内在探索，那你的心理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巨大。Holy shit！ 哇！我原本以为很简单 ，OK， 所有我可以理解的事情我都理解了，但后来发觉理解跟做到跟做得到是距离差很远的。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才有可能把这整件事情推动一点点。我以前不用讲啊，我以前这个事情就会动了，但现在其实不是，是好多人要投入好多时间，数千个小时，可能加总起来数万个小时的人投入在这个计划之中，你才有可能进步一点点。我们太菜了，我们没有在这么大的场地上面呼吸过任何一口空气过，更何况我们要从后台走到前台，我们要在短短的半年之内让我看起来像是一个熟悉表演的人，我都觉得我蛮妄自菲薄的吧，觉得你在求什么这样，对，但每一天我们都在努力，每一天都在进步，每一天都在想办法做出更高规格的作品，
更对得起自己的作品吧。所以我的心越来越觉得平安了，因为你真的尽力了，你真的很对得起你自己。虽然我还是觉得不足够，虽然我还是觉得 whatever， 但我真的很努力了。你觉得这一切本来的预期，跟你后来遇到实际执行的落差，差别在哪里？我一定得上火星，我一定得做成功火星计划。无论他最后多少个人来，无论我在台上的表现是如何，我一定要能够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团队，代表所有来参加火星计划，代表我的赞助商，我要能够走进去火星计划，我要能够演完那一些秀，我要尽可能让它看起来毫无破绽，我要能够在那一天之前无止境的成长，无止境的精进自己。即便那天结束之后，我当然还是会进步，我当然还是会做很多事。它听起来不是我们的终点，但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停下来，至少我不会停下来，至少我们团队应该也不会停下来。大概是这样，成为让他人仰望的人吧。我想，有没有什么话是你想要对别人说的，或者对身边的人说的？辛苦了。所有的家人朋友们，所有这次合作的 partner 们，阿金团队的人们，辛苦了。我们再也不需要更多人给我们更多鼓励了，因为我们的努力很超过那个鼓励了，所以我没有太多话要说，就是辛苦了。那么你为什么还是选择为了这个世界做了这么多事情？你的想法是什么？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不要觉得自己很酷，好多，你不要以为你不能，你不可以，你不要，你不行，你办不到，有太多这种事情。但正巧，这些事情都成为我能够继续往前的燃料，所以我还是会选择勇往直前的。我 always 选择勇往直前。我想，如果有一段时间你有机会可以回头看的话，那你的感觉是什么？我当然，我现在脑中想到的都是一些什么炸鸡排、咸酥鸡、喝啤酒的画面。I mean， 可能我真的太久没接触这些东西了。但我想我会很正常欸。我想我会今天早上又是7点多起来，送小孩子去上课、去上班，回家洗个澡、看电视。我想我还是会过这样子的生活。我不认为过了那一天之后，世界会什么多的很爆炸或是什么，但我想我会很感谢我自己，在这一刻替自己做了这么多事情。我把我丰富的人生又再一次折叠，变成一个很立体的样貌。我会很欣赏我自己在这个时候有这个勇气，用尽全力的再去做一件事情，去热爱一件事情，去拥抱所有的不可能性，去克服很多的风险。我是会真的蛮感激自己的。我有最后一个问题，你接下来想去哪里啊？其实我不知道，但我不会停下来。我会一直向前走。我有好多地方想去。如果我的使命叫做帮助他人的生命变得更好的话，那么我也是那个他人。所以我到底还能变得多不一样呢？我自己很期待。大概就是你追一个超级棒的美剧，它被断在一个很高峰，然后他们好不容易挤出预算拍了第2季的第1集的预告。我想大概是这种感觉吧。连我自己都很期待我还能去哪里。对啊，就保持期待吧，大概是这样。对啊，最后我想要送给现在的 Kim 吧。 OK， 我在做现在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没去小巨蛋，只是看起来我大概没剩几天了。我想我会很怀念
现在我还能侃侃而谈，更谈笑风生。也许到时候我在见到你的时候，我已经又多了你好几百个小时在练习一些你现在很讨厌练习的事情 ，like 唱歌、走位、练习背稿子。我想你很不喜欢这些事，但我会告诉你，你必须要习惯，你必须要能够接受它，就是一个这个事情的必然吧。And 你很辛苦，一切都会值得。感谢您。